哎，这回的题目就是是不是说他们能取代哪4？他们会取代一笑团的哪4个嘉宾呢？我觉得真是娱乐节目的好坏，你就看观众的表情，我觉得最明显了，对吧？对，一下就理解志胜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要玩进去，要全力以赴，要去拼，要相信那些节目。你看七哥跟维嘉最后就抢枕头，就是信了，就是信了，就是要拼命抢，就是玩命抢，效果就马上就出来了。对，你看那个维嘉、海涛他们上一组的时候，感觉就是那种被迫的打工人那种感觉，然后到这一组的时候，完全是在享受，已经在游戏中玩起来了。是的。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那个开场开起来了，大家情绪起来了，所有的东西大家都玩起来了之后，然后而且他们最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流程不复杂不重复，这个超重要。对，流程很清楚，就是我这一趴是要干啥，下一趴是要干啥，就是我就玩几趴结束，它是有变化的，每一个里边它有变化，大家就会觉得有新鲜感。关键是庞征真的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他照顾到了每一个人的情绪。是的，对，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沉浸在这个玩的里边，就是在这里边玩每个游戏，无论你以什么样的方式玩，都能被庞征看到。那么每个人就会受到这个被庞征鼓励的反馈，每个人就会玩得越来越用心，越来越用心，就钻进去，就钻进去了，良性循环了。对，其实就是场上那个场被庞征建立起来之后，所有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有自己的发挥了。每个人你发现都在这个上面都有高光时刻，都有自己好玩的地方。对，而且我觉得他们4个人这一组吧，就分工很明确，子泰和韵玲负责陪嘉宾一块参与活动，诗文在旁边辅助，庞征呢总控，就很明确，大家也不乱。是的。我觉得韵玲这个组长当的真的太厉害。对，我刚想说，特别牛。你如果只看这个节目，你不会想到他是组长，你可能以为庞征是组长。但这就是他这个组长当的最妙的、最厉害的一个地方。会用人呢？对。你想会选人，会用人啊。就是在每个位置安排最适合的人。刘邦啊，他是刘邦具有领导力，具有领导力。是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最后那一趴，我觉得也非常意外。就当所有人都在期待那个邪恶惩罚库里的惩罚的时候，突然那个短片是极好的引子，又有反转，又有情绪调动，甜蜜暴击。我觉得最后一刻，在那个短片播完之后，大家一切的走心分享都合理了。谁能想到一个综艺就游戏，然后玩到又哭又笑？这太高级了。对，最后这一落泪这一下。然后在过程当中，大家其实分享了彼此托举，然后在职场倦怠期的过程当中是如何重燃这种职业的神圣感、重燃火花的那个过程。各位有没有就是做一个行业时间比较久，然后倦怠了，然后突然间有被点亮的那些时刻，有吗？这个问题我似曾相识。哦。就也有一次活动，主持人问我：“那你是怎么在这个行业里坚持下去的？”我当时第一反应，我也没干劲。而且我喜欢演戏的这个行业的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能够演上的不同的角色，它会给我带来不同的新鲜感，所以这个带给我的代价是很小的。明白，还没到那个阶段。对，确实是我有过那个倦怠期，是我在那个做记者的时候，那会儿在《南方周刊》，就是我记得在08年的时候，就是写不出东西来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就交不出稿子。然后我当时是干嘛呢？有一个你知道，就是叫163.com 那个网站，上面有个跳蚤市场的频道，我就开始要在上面找工作，是真的认真去找，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就想我干不了记者了，我要转行，我写不出来了，我就想去找一个做保姆的工作。对，我想去找一个，比如说类似于什么老教授，然后这人的身体又能自理，然后他就是家里有一面墙的书柜，不需要我的书，我就可以看他家一面墙的书。当时就是这种心理。结果到那个我大概印象中是9月份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忽然间领导就发过了一个选题，是我一直约了将近2年的一个人，忽然说他现在正好在宣传期，他愿意接受采访了，说你愿不愿意去在广州顺德？
要不然我就做完这个题我就辞职吧。然后我同时还在找保姆那个工作嘛，我就去到那儿采访，结果这个采访出来之后就获得第2次那年的年度致敬的最佳文化报道奖。然后正好一下子，这个事情就度过，就是还是你知道说你还可以，那个成就感，就它很戏剧性。哇，天哪，差一点就进入中国保姆行业，成为。我在想，您要是在一个老教授家里做保姆的话，我在想象那见面的时候那感觉，您这一面墙的书，您看得完吗？就是那个感觉，老教授怎么撑得住啊？但是这个确实没想到08年，但有时候就是这样，机遇来了，然后战意重燃，就回到新闻战线了。当然了，刚才大家也提到了，在最后一段分享的时候提到了，当你心里不足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向一个身边的人，海涛说我会看向伟嘉，伟嘉说我看向何老师，看向娜姐，看向吴昕，然后就完成了这个托底链的延展。各位还记不记得自己刚刚入行的时候，有谁是那个你值得彻底安心交付的一个人？其实我认为啊，陈明老师一直是我看向的那个人。哦。说一个小事儿吧，就是考复试之前的一个晚上，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去求助的人就是陈明老师。我当时还没跟陈明老师说什么事，我说陈明老师你快来救救我，然后还没说什么事儿，叭，陈明老师一个电话就来了。那肯定的。哇，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是感觉特别温暖。哇，我真感动了。那天，我确实打了很长时间电话，当时说原话，我说如果你是有一些数据，然后要写一些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人看的文字，如果那不值得。我说，但如果你能找到你那些想投身的事，想去做些东西来，而且想把背后的规律、范式做真实的梳理，做价值的沉淀，那些文字哪怕不能换来那些功利性的目的，我说我其实觉得我觉得你不需要那些，但你需要对自己内心的相信的那些东西负责任。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那天陈明老师跟我说完，我真的茅塞顿开。他那天就告诉我说，跳出评价体系，去做你热爱的。就他身上真的是有那种灵性和悟性，有对那种表达的敏锐，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很羡慕的。我这样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没有，所以你的未来超越我们就是。我今天已经超越了，已经超越。哎，我觉得你们被托举的话，也说是因为你们自己值得嘛。哦。就是这些前辈的，或者是这个师兄师姐们的这种帮助的话，是这些人的善意，但一定也是你们自己值得。是的。感谢。好，那本次课题考核还有一个额外的加分和奖励机制。维嘉、海涛和柱柱以及4位代教老师会讨论评选出一个全场 MVP， 这位 MVP 将获得10个考核积分，并且将加入《一见你就笑》的正式录制，担任主持角色，与百花杀剧组演员互动。哇！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猜的那个目标是谁是这一次综艺考核表现最佳的那位实习生？弹幕上的熬粉们，你们觉得谁的胜算更大？谁会是本次考核的第1名？弹幕上的熬粉同步猜一猜。好难猜啊！有点难。也很简单。他是姓庞呢，还是叫征呢？我们想想，我觉得是子泰的队友。智胜知道结果。哎，你演的最好啊，智胜。不是，你是北电的还是中戏的？小节目组背刺我，是不是？不是哥哥，因为哥哥谁哥哥？你叫哪个哥哥？因为那天导演组打电话通知我说那个谁来了，你就不用来了。所以我是这么知道的。哎，我告诉你，真的，这一整期我们脖子都在看向你，看的都快落枕了，最后发现你不值得看。啊！来了，投票时间。庞征。这主持人确实，庞征在主持那个角色，我觉得是庞征。来吧，
我们推测的第一名，如果我们心中觉得这位朋友是庞征的，3、2、1，请举手。智胜不参与，因为智胜他就是一校的成员，你就不参与。不是，你得问一下王玉呀。人王玉也是主持人呀。是的，是的，是的，对呀。那陈明还是主持人呢。哎嘿嘿嘿，怎么了，叶老师？怎么了？哎，来取代这个主持人呀？来取代这个主持人也不错呀，适当寡水一下啊。好了，来，辛苦钱宁老师。来，哇！此时此刻，加油团已经做出了我们的决定，弹幕是不是也心跳加速了呢？来，希望我们这次的推理是正确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后一段公布结果的 VCR。Come on。